边上，接着就好人啊。你们都跟我下去吧。思月见过太子殿下。坐吧。不知殿下相邀，所谓何事？先坐。谢殿下。阿月，我东宫上下的性命，可都在你手上了。殿下这么说，是折煞我了。无忧爵叩见晋王殿下。阿觉，你我兄弟何故如此大礼啊？幽爵有要事禀报。关于高秉烛吧？晋王殿下明鉴。高升这个废物，在眼皮子底下让人给丢了呢。我已经让他严查了，查出来呀，不管是谁，我绝对轻饶不了的。晋王殿下，此事阿月也参与其中。我说在抓捕王登城的时候，阿月怎么也在场？这个丫头真不让人省心呀！堂兄，阿月年少无知，行事鲁莽，还请堂兄高抬贵手。不过此事与一帝之间，对堂兄也并不是全无益处。说，这个高秉烛跟太子殿下的关系本就是牵强，假的成不了真的。如若真的禀报给圣人，以圣人的心思，他会怎么想？如今真正的凶手已经缉拿在案，堂兄完全可以如实禀报，以体现堂兄的秉公办案，尽心尽力。那高秉烛呢？高秉烛既然已经逃跑，此时不宜大张旗鼓地把他抓回来，以免引人耳目。以臣弟之见，应该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，以此最好。阿觉怎么还跪着啊？快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啊！谢殿下。阿觉呀，在武士子侄中，我最看重的就是你和阿月了。你们两个，不要让我失望。阿觉谨记。不知何事让太子如此？坐坐坐。想必你也知道，圣人让晋王负责主审宋良一案。看来殿下心烦之事与此案有关。晋王呢，向来与东宫不和，如今谋反这样的大案子落在他手里，一定会借此向我发难。你不要误会啊，我与宋良一案毫无瓜葛，天地为鉴。殿下言重了。看来你是还不知道啊，宋良现在已经彻底疯了，他在牢里胡乱攀咬，甚至还说他与我志趣相投，莫逆相交。殿下大可放心，我们查案凡事讲究证据。现在呢，有没有证据，已经无关轻重了。重要的是，晋王一定会抓住这个把柄来构陷东宫。阿月，此事圣人定然已经知晓，但却没有超前我，所以呢，这几日我也是寝食难安，我实在无人可托。眼下能帮我的人，只有你。此事只怕思月也难以插手。
罗，你是内卫，又深得神眷。倘若你能够替我向圣人解释的话，圣人一定会听的。殿下之意我明白了。今日殿下邀我前来与我说这番话，表明了殿下问心无愧，内心坦荡。宋良所说的每一句话，我定会核实，不会让他随意攀咬任何人。可我现在担心的，我确实与宋良有些故旧之情。若要攀咬，我还真是百口莫辩。当年我从泛舟回神都，遭遇刺客。是宋良带着金鸡营的人救了我。速速带殿下撤离！当年的刺客，就是春秋道的人。真是。宋良当时还是兵部侍郎，负责追剿刺客。10日时间，剿灭春秋道数百人，还生擒了春秋道的头目逍遥子。从此春秋道就销声匿迹了。逍遥子是宋良剿灭的春秋道。宋良以此立下大功，从此平步青云，成了兵部尚书。殿下，春秋道之人心狠手辣，丧心病狂，单凭一个宋良，如何能简单的就剿灭了呢？你的意思是？殿下可知这逍遥子现在关在何处？这净业泥浆取自天然一粒水云母，两位娘子，里面请。是净车养颜，好不容易才从御赐圣品中给您匀出了一瓶儿。如此细腻柔滑，不愧是御用生品。那就赶紧给我包起来吧。好嘞，小二。郎君，殿下，我家里有亲娘，可否从你这儿买过鱼胶？不认识。这盒子是你这儿的吧？亲娘，你还想吃些什么？随时吩咐我们，我安排人给您做。走，都下去吧。进来。二郎，坐下。神都有18家卖鱼胶的店铺，你常用的只有这一家。云芝说了，家中已无存货，你若想用，只能去买现成的，所以你的落脚之处并不难找。近日时辰投过羊汤已经不新鲜了，我去钱老大家又重新做了一碗，趁热喝吧。二郎来做什么？找你。找我，只为了一起喝汤。喝完，跟我回家。
逍遥子是何人？就刚才那位，别告诉我你不知道。我真不知情。人到底在哪儿？现在就带我去见他。他是御犯，风雨狼见他还需要圣人的手谕。你就是逍遥子。第27，还是个小娘子啊，有趣，有趣。在下内卫月华君。妖后当道，聘祭司臣，女子也能当内卫，真是天下大乱。你被关押在此处，春秋道的人为何不来救你？神道大业，千秋之业，凡夫俗子岂能悟道？神道大业，你已沦为阶下囚，何来大业？举世不可一于道，凡夫之所以不可悟道，乃凡夫是井底之蛙，只看眼前之方圆，只有跳出水井，方知天地。春秋道滥杀无辜，那便是你口中说的天道。富贵有命，生死在天。卑贱杂草迎风生长，芝兰玉树深受违建之辱，唯有烈火焚之，尽归尘土。所以5年前春秋道根本就没有覆灭，你们一直在蛰伏，等待死灰复燃的机会。你们果然在等待时机。有一个人善用手机，与你是什么关系？不可能，这个人不可能还活着。谁？贾月，他就是风。鬼藏凤出天下情。我要的鬼藏凤不是他们要的鬼藏凤，他们想除掉我，可以成事。是我错了，还是他们错了？他们是谁？是那个拿手机的。石榴叶。谁？石榴叶！你还知道些什么？所有大臣者，西北生。我问你在哪能找到石榴叶？说。阿月，他就是个疯子，算了吧。月华君。所有大臣者。阿爷，二郎本就是率直性子，若是说了什么话冲撞了阿爷，女儿替他给您赔不是了。女儿去找他，当面给阿爷道歉。不用了。你出嫁的时候，阿爷不在你身边，可怨过我？柳江世代簪缨，你夏家百里家本就门不当户不对，
当日我若回来，那这门婚事反倒成不了了。只有家主不在，其他的名门望族不能指手画脚，才能由着你自己任性。阿爷，女儿明白了。咱们柳家当年得罪了圣人，我出世清修多年，就是为了让圣人明白，我们柳家服软了。要不是你四叔糊涂，我也不会回来。不过，咱们柳家虽衰，但还没败。你四叔落的今日，那是自作自受；但是他死了，那该了的事儿就变了了。咱们柳家不必怀有芥蒂，更不必担惊受怕。我忍让了那么多年，就是为了保全柳家。若继续忍让下去，那咱们柳家的天就要真塌了。阿爷，阿爷这么多年在外受苦了，原来阿爷为柳家做了这么多。你阿爷受了大半辈子气，我倒没觉得什么。不过我的女儿，若是因为此事受委屈，那阿爷便不能忍。阿爷，世人都说二郎是无情人，连二郎自己也这么想。女儿不知道二郎说了什么，让阿爷如此担心。但请阿爷信我，二郎他不是无情人，女儿知道。我信。18家胭脂铺啊，就是当年我为你阿娘，也没做过这些。18家胭脂铺。七娘，家主跟你说什么了？你都笑一晚上了。18家胭脂铺呢，云芝，连阿爷都看出来二郎是在意我，为了找我跑遍了全神都所有的胭脂铺。哼，幸好他今日寻回了你，不然连家主都饶不了他，我也饶不了他。哎，二郎呢？有消息了吗？高秉烛平日里常去的地方我都找了，没有人见过他。在调查高秉烛消息的时候，我去问了一个相识的大理寺平氏，他倒是跟我说了一些关于宋良的消息。他说这宋良现在在狱中胡乱攀要，神都权贵人人自危，都想马上跟这个人解除关系。你说这么大个官，落到如此田地，图什么呢？宋良的事情没那么简单。为何？那一日在驻兵房，我总感觉有些不对。铸好的兵器数量虽大，但是不良解的密道曲折狭长，这也就注定了叛军的数量也不会很多。但这宋良可不傻呀，他不会真的以为自己能成事吧？宋良肯定知道自己举兵造反，必定失败。但是他当日说大业将成，大业将成。除此之外，他一定还有别的目的。哎呀，二郎啊，别想了，这些事情啊，也不是一个晚上你能想得出来的啊。我总感觉我忽略了什么重要的事情。二郎是不是忘了，这柳公还在呢？这今夜，二郎至少要与七娘同房睡吧？柳公，七娘的阿爷呀！可是这宋良到底在谋划什么东西呢？啊？月华君，您到底在找什么？归藏凤听说过吗？没有。
鬼藏凤出天下情，天下情，莫非是指神都将会有场豪杰？岳华君，是高秉烛有消息吗？未曾收到，但是大理寺有消息，那个王登成死了。王登成死了？阿爷，改日我再找机会去看你。吓人的是，阿爷不必担心，如今只是暂时遣散，女儿会找机会把他们请回来，不会让自己受委屈的。走了。二郎，我们回家吧。好。二郎，我帮你收拾吧。二郎，我把你的模型弄坏了，我都是我的错，我知道错了，二郎，怎么办？没事。这模型我是拿松木做的，松木极易受潮变形，容易受损，本身材质就不对，不必再自责。真的？有好，老夫在黄泉路上等着你。我知道了。我们内卫府这次能剿灭宋良，白里二郎功劳不小。我们府上也不缺文职，白里二郎若是想从官的话，我可以帮你想办法。你可知岳华君和那高秉烛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为何他这次回来一直闷闷不乐？你若想知道，为何不直接去问岳华君？回斗鱼，由不良军缴获的兵器尚未来得及清点，暂时放在这院子里。此刀极重，是由连山黄铜所制。而李二郎还有这般力气。这怎么可能？连山黄铜品质极高，绝不可能轻易有倭寇，更不可能有这么多杂质。这些兵器绝对不是用连山铜打造的。
王登成乃宋良同谋，知悉造反内情，大理寺部严加看护，竟让他暴毙于中。岳华君莫要动怒。王登成入狱后身心忧惧，昨夜心急发作，医师赶到的时候已经救不活了。可派人验尸，确定不是被人灭口。验了很多遍，既无致命伤，也没有中毒迹象，绝无可能是他人所害。尸身呢？已经送去炼尸房了。此人死前将所有罪行供认不讳，供状已经。二郎自内卫府回来之后，便一直盯着这张地图看，可是有什么发现吗？高秉烛和岳华君发现铜料被调换的地方在龙门渡口，可是我原以为那些被调包的铜料去了临川别业，被柳香用来制作伪钱，但是后来发现临川别业在铸钱只是伪装，剩下的铜料又被运去了不良井，用来制作宋良叛军的兵器。可是宋良叛军的兵器铜料极差，根本不是真正的连山铜。那真正的连山铜到底去哪了呢？看来想要查清此事，必须要去事情的起因地跑一趟了。这是哪儿啊？告密者妇女的来处，连山。七娘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啊。也就是说，你朋友的兄弟被抓了以后，在狱中死了，所以你觉得你愧对于你朋友对你的信任？那你很在意你那个朋友啊？不是吗？我身为内卫，在此案中屡屡犯错，我只是觉得愧对于我自己的身份罢了。是吗？那我问你啊，如果死的那个人跟你的朋友没有关系，你还会如此念念不忘吗？阿月，你曾经对我说过，若是我想做什么事儿，就算拼了命也要做到，对不对？嗯。那你便学我呀。若只是想，愧永远是愧；若能在愧处做点什么，心结自然就会解开了。以前总觉得你永远长不大，嫁给二郎之后，整个人果然不一样了。世人都说二郎不通人情，我却不这样想。二郎的好，只有我能看到。他真的很好。亲娘就是好哄，只要别人夸二郎一句，便能高兴一整天。轻买轻放啊！申妃，七娘，你们这是要出远门吗？二郎要去哪儿？二郎说今日想出去踏青。踏青？可这分明是出门远行的车驾呀！踏青用不着这么大的阵势吧？洛州舆图，你们踏青为何带这么复杂的地图？二郎到底要去哪儿？二郎呢？哎，七娘，二郎匆忙要去哪里？你好好在家待着，我很快回来。申妃支支吾吾，此去必然不是寻常踏青。二郎对我躲躲闪闪，所以我猜事关叔父。若是如此，二郎不该再瞒我。
我猜对了。所有的事情都是因为连山同框引起的，我要去连山查清楚。我要与你同去。二郎，公爹之死与同僚相关，叔父也因此畏罪自杀。若弄不清其中缘由，我必将寝食难安。慢慢的，也会和二郎产生嫌隙，彼此再也无法坦然相处了。二郎，我要与你同去。不行。二郎，二郎。请。亲娘，亲娘。二郎，申芬，停车！哎，二郎，此具有要事，你莫要胡闹。二郎，我从申妃的话里也能猜得出，二郎到底要去做什么。推理断案我也能行，我是真心想帮二郎。申妃，去前面到驿站给亲娘叫车。二郎，二郎，这天色不早了，要么我带上亲娘一起吧。你若是担心，就与亲娘一同回神都，我自己去叫车。哎，亲娘，哎呀，申妃，亲娘，前面走几步啊，就是驿站了，亲娘快回去吧啊！申妃，连山到底怎么了？我为什么不能去？没怎么样，只是路途遥远啊，颠簸，怕亲娘身体吃不消啊。哎，亲娘，哎，我若跟你说实话，你答应我，你便回去，可否？嗯。这连山啊，它本是官府之地，若贸然闯入，只怕是有去无回。有去无回？亲娘放心，不会出什么事的，有我在啊。啊，那我先回了。好，你们路上小心。好。起风了，有些冷，恐怕是要下雨啊。这天色也不早了，依亲娘的性子，恐怕也不会老老实实的回神都。这要是转道去了别处，那可麻烦了。
华君。高品竹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你加入了联防。那盏莲花灯为何没有点亮？莲花灯只有寒之时可碰，如今人走，灯灭。少盏灯，这屋里是少些光。想好了，和联防合作。这些年，你一心在复仇，却从不与人为伍，因为你信不过任何人。你阿娘惨遭意外，你方想通，想对付春秋道，绝非一己之力。你想联手，我没意见。不只是联手，我可以加入联防。柳湘、宋良、春秋道合谋祸乱神都，你们联防却浑然不知。你们招人过于死板，不能潜入淤泥之地，不能听见虫鸣鸟叫。但是我很了解这些人。杀死韩冬青的人，我可以帮你找出来。加入联防需尽忠职守，以国事为己任。可以。加入联防之日，永无退出之时，至死方休。好。加入联防，你需断七情，绝六欲，不得婚配生子，从此无牵无挂，一心为公。我孑然一身，了无牵挂。你考虑考虑。王登成在大理寺大牢，我想追查宋良党羽。王登成多少知道些内情，联防不便向大理寺要人，把王登成带回来吧。归西丹，连山堂的一种丹药。连山堂雨水一脉要潜水河道进行勘察，有时会被河里的水草缠住，命丧水下。后来有人研制出了归西丹，可以让人在2个时辰内没有呼吸，形同死人。若是在水下遇险，便可服下这种丹药等待救援。就是此药，咱们户籍库可还有留存。归西丹的方子失传了，但也许还有1、2个。你的事我不问，但我就唠叨一句：行事啊，量力而为，少给自己惹麻烦。你阿娘的事儿，过去就过去了。谢了，程叔。王登成死了？是，方才一组查访，发现人已经倒在地上，一动也不动，一看就是死了。怎么回事？高公，人犯只因用了刑，伤势过重，加之心神忧惧，所以未能救过来。是。
是这松露炼尸坊赶紧处理，对外就说人犯心急发作病死了。圣人不惜用刑，所有知情者都给我闭上嘴。是。一切顺利，1个时辰后你去大理寺炼尸坊即可。高公主，你为什么不杀我？你告诉我，你为什么救我出来？我都害得你这么惨，你还不杀我？舍不得我啊？拿我当兄弟？我告诉你，我就是个畜生。可是你高秉烛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阿娘被你害得装疯卖傻，不良你7个兄弟被你害得家破人亡。你就算杀100个王德成，也换不回来他们的命了。要不然这样，你杀了我，你杀了我，我就是第8个。高秉烛，你杀了我吧，啊，杀了我吧。你到底在干什么？我问你也不说，阿娘你不要了。可是我能帮上忙，你告诉我呀。老娘怎么样？啊，好着呢，每天都是我亲自给老娘熬药，放心。粥都热了好几遍了，我给你热了啊，再不喝，来。高氏。
当年你带兄弟们保护神都，出生入死，现在落到什么地步？神都到处都是你的通缉令，只有我王登城在乎你的死活。我拿你当兄弟，我会害你。高师，有的时候我真觉得你这样活着太累了。柳香和宋良皆因你而败，他们背后的春秋刀不会容你加入联防的。藏在联防的内奸，忍不住出手了。其实不光内奸要杀你，这些年联防树敌无数，你加入联防便再无宁日，永远要提防不知来自何处的刀剑。王登城是个考验。是。你信不过我，我该信你吗？王登城因我而死，他是害死你阿娘的仇人。我的仇人与你何干？你心中恨意太深，为了复仇，你可以随时不顾联防的利益，对吗？也不只是考验。你想引出内奸，韩芝是遇害以后，联防的内奸就蛰伏起来了。若想清理门户，就得让他们有行动。所以你利用我，以我为饵。我知道你生气，你愤怒不是因为我在考验你，也不是因为王登城之死，你心中真正在意的是在整个构成中你的无能为力。你觉得你被操控着，不是吗？确实，你的愤怒无可指摘，可以肆意发泄。拆了这家碧螺寺，我也不介意的。这碧螺寺不干净。联防在碧螺寺安插了7人。知道你行踪的有4个，内奸的眼线就在其中，还有今日的4个抓到1个活口，去查查吧。你的做法没错，我知道我该怎么做了。高秉国，自今日起，你加入联防接替韩执事之位，世间便再无不良使高秉烛，也没有通缉犯高秉烛。高师，你看那是什么？好大呀！那叫骆驼，没见过吧？这神都可真繁华呀！阿娘一直没有疯，娘是忠，那样你才能安心的去报仇。我没有错，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不良景。真相谁讲？河南府大理寺内卫就是想张勾，谁在乎？神都万塔，不见伏楚塔，联防星罗，南巡12人，加入联防便无可寻踪，无有无无。身高61寸，肩宽1尺6，右臂24寸，左臂24寸，右腿32寸，左腿32寸。
加入联防，以许断西情，绝六欲，不得婚配生子，从此无牵无挂，一心为公。寒雨飘夜潮，身影雪灭线朦胧。若冷血非功过，就有何人解脱？浮屠花如多香茅花，前世联防是你唯一的家宅、庭院、归宿。从今往后，你的身份便只是联防执戟郎高秉烛。月华君要想查什么消息，请随我去暗毒库即可。我知道你心中郁结，我可以理解。若你有什么想查的，我可以帮你，也可以找公子处帮忙。你大可不必加入联防。加入联防是我自愿的。我一介贱民，背靠着联防这座大山，有人遮风挡雨，凡事都容易些。你可知道加入联防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断七情，绝六欲。高秉烛，你知道，你明知道，你还要加入联防，你……月华君，我已是联防的执戟郎，还请月华君称呼我为官职。高秉烛，月华君身为神都守护者，自有神都的子民需要守护。我的事就不劳月华君费心了。高秉烛见到吴思月了。是。高秉烛怎可能死心塌地为联防效力？那这个人，你怎么看？哼，奸童诡狱，形若狐鼠。郎君是故意让他去见武思月的。我跟他说过，想要加入联防，必须无牵无挂，一心为公。这一点，他应该可以做到。他心里有牵挂。艾丽莎，哎呀，脚崴了！哎呀，脚疼！啊，好疼啊，脚好疼啊！哎呀，上车吧。小儿不疼。
不知月华君要查什么人？我要查的是春秋道里一个善用手戟的杀手，他叫16夜。你怎么知道他叫16夜？还有什么线索？知道逍遥子吗？5年前春秋道的头目，我曾经也打探过他，但是没有任何线索。他还活着，不过已经疯了。我见他的时候，他只说了一句话：归藏凤出，天下清。世界王，没有查到16夜和归藏凤的任何记载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看来联访春秋道的内奸已经把这些消息给销毁了。5年前太子遇袭，是宋良带兵救了他。知己郎不妨查一下，宋良从5年前开始频繁接触的人，还有他经常去的地方。我也在想，16夜为什么会出现在驻兵坊？看来宋良与春秋道的合作，或许从5年前就开始了。宋良是靠剿灭春秋道立了军功，看来这次驻兵造反，并不是他与春秋道的第一次合作。 5年前，剿灭春秋道、俘获逍遥子那次才是，而且当年春秋道根本就没有被剿灭，被铲除的都是逍遥子的嫡系。一定是春秋道有人和宋良串通，一起出卖了逍遥子。那么这次与宋良密谋驻兵造反的，也应该是此人。看来宋良和这个人从5年前就开始接触了，直到现在。 无心。宋良基本上深居简出，接触的人也都是公务上的同僚，基本上看不出。白马寺。宋良长期驻扎在京畿营，怎么会经常去白马寺呢？柳湘也经常会去白马寺施粥。 到了连山之后，不许擅自行动。我都听二郎的。不扣面。认识二郎这么久，二郎第一次。 如此照顾我，一个只能而已，不必在意。我听说连山凶险，但只要有二郎在，我便什么都不怕了。二郎，你想找同料的相关线索，我可以全力帮你去找。二郎，天色不早了，夜里行车不安全，不如在前方找个客栈，我们先休息吧。好。 那边找一家干净点的吧。是。驾。此番请大师前来，有要事相询，事理之处，还请大师见谅。月华君不必多礼，但凡老衲所知，必无不答。巽山公柳湘每逢15都会去白马寺设粥。 此事是否属实？柳施主虽贵为国公，但心存善念，常常在本寺接济贫苦，此事属实。那兵部尚书宋良常年驻兵在外，只要回到神都，都会去白马寺焚香祷祝，是否属实？宋施主久经沙场，杀伐慎重，每次到本寺都请人替他诵念佛经，以消弭他心中的杀孽。此事。 也属实。
那此二人可曾私下见过面？这倒不会，二人不是同时而来，没有机会碰面。那大师，既然他们二人在此从未见过面，那有没有什么人是他们都接触过？刀郎，这里是内卫府，该由我问话吧？哦，对了，他们每次来接待二人的是同一个人。谁？一名叫若安的知客僧。若安本是在长安慈恩寺修行的沙弥，为了精修佛法，特来本寺挂单。老衲见他性情和善，便命他做了山门前的知客僧。那柳施主和宋施主正是在寺中与他结识。二郎、新娘，店家说今日来访商客众多，这房间、客房只剩下一间了。既如此，让二郎住好了，我去住别处。别处也都是通铺了。新娘与我同住一间吧，无妨。不可。我都听二郎的，二郎想怎样就怎样。应该就是这儿了，跟着我。小心。人已经走了。这是联访特制的青藤纸。这若安与联访的内奸有联系。过来看。这个若安驯养了这么多只信鸽，肯定是用来传递消息用。他一定是联访内奸与春秋道之间的联络人。他一直留在这儿，是为了与内奸通信，然后把消息传递给春秋道。怪不得藏身于闹市之中，这里的通讯最是便利。每只信鸽都有自己的固定飞行路线。我们找到这里，就等于找到了他们之间的联络点。他刚走不久，应该还没有出城。只要抓住这个若安，内奸就变成断了线的纸鸢，消息就传不回春秋道。你先回联访吧，这里我会找人彻查。刘华军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联访只有监察之责，并无执法之能。你不会忘了自己的身份吧？高秉烛。二郎看书饿了吧？
吃点东西吧。喝茶吗？新娘，哦，二郎，烫。哦，不烫，不烫。不早了，早点休息吧。我帮你更衣吧。不用了，平日都是申妃帮我的，不必劳烦新娘了。你想怎么睡？我的意思是，你想睡里面还是外面？哦，我都好。你压到被子了。哦。新娘，二郎，你我没被子了。哦，给。睡觉。睡觉。那睡觉吧。